就在那金龙倒地之后，又有足足3名老者凭空出现。这3名老者个个白发如雪，头发比他们的身体还长，踏空而立之间，已经飘到了脚踝以下。他们应该活了很久很久，不止1000年这么简单，怕是已有近万年之久。因为别看他们的发质很好，可是身体却是十分的苍老，身体也是瘦弱不堪，仿佛一阵微风都能将他们吹倒。可事实上，他们偏偏散发着极为强大的气息，连虚空都为之战栗。他们每一位的气息都比南宫北斗还要强大得多。显然他们3位比南宫北斗还要强横，是3位4品5帝。太上长老出事了，是太上长老出事了，我南宫地族有救了。这便是太上长老吗？想不到他们竟然还活着，原来太上长老还活着，这可实在是太好了。见到那3位老人，南宫地族之人再度沸腾起来，但是他们激动的同时，也是纷纷跪在地上，对着那天际上的3位老者施以大礼，并且在施礼之时，许多人竟然激动的眼泪直流。这也不能怪他们，实在是这3人来头太大，他们乃是南宫地族的太上长老。尽管他们3位也是不同年代出世的，但每个人的辈分都比南宫北斗要大得多，也可以说是南宫地族之中最有话语权的3个人，是南宫地族真正的主宰者。不过他们3人同时闭关已有500多年，这500多年的时间，他们连面都没露过一次，所以导致很多南宫地族的人打出生到是现在都没有看到他们。很多人甚至妄自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死了，毕竟哪怕5帝强者寿命很长，但也很难活过万年。所以在5之圣土，万年一轮回，那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始。万年之后，再强的人也将要死去，取而代之的将是新时代的人物。而他们3位又早已到了5帝寿命的极限，若不是靠着灵丹妙药续命，怕是早就死了。事实上，也有很多老一辈的强者在闭关之时便寿终而亡的，莫说他人，他南宫地族就有过很多例子。但是今日一看，3位太上长老显然还未死，不仅未死，依旧战力滔天。这从他们3人合力布置的金龙就看得出来。拜见3位太上长老。当这3位老者出现之后，南宫北斗也是赶忙飞掠而来，屈身施以大礼。北斗，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南宫地族怎会突然杀出一只如此凶残的恶灵？其中一位太上长老问道。回太上长老，此事说来话长，北斗也很是无奈。南宫北斗也不知如何解释。南宫龙剑呢？不在地族之中吗？另一位太上长老问道。龙剑弟弟，他倒是在地族之中，不过他的性格你们也应该有所了解，他只知修武，根本不将我族的安危放在心中，不管我等个死活。南宫北斗无奈地叹息道。已经过去足足500年，南宫龙剑竟还是这样不懂事，真是要好好教训他一番不可。最后一位太上长老满面怒容，别废话了，一起出手，先收拾了这只恶灵再说。话到此处，3位太上长老再度出手，他们额头之上金灿灿的地字浮现，双掌合并，随后3道金光冲天而起，随后在天际之上相互融合，竟再度化作一条栩栩如生的金龙，向修罗恶灵攻了过去。最重要的是，这条金龙的力量竟比先前那条金龙还要强悍，这便是我南宫地族的天境武技——天境金龙变吧。好厉害，不愧是天境武技，此等威势太过骇人了，也不知道我此生能否修炼成功。别做梦了，这天境金龙变连我族长大人都无法修炼成功，就算3位太上长老也要联手之下才能施展，就凭你还是别妄想了，此生没戏。看着那天际之上金龙，一些南宫地族之人已经知道那是什么手段，那不是阵法，而是武技，传说中的天境武技。天境武技虽是传说，但南宫地族传承悠久，也是有着一门天境武技的。而这门天境武技便是天境金龙变。天境金龙变不知是何人所创，但却唯有拥有地级血脉之人才能修炼，是他南宫地族的镇族之宝。可哪怕如此，有史以来能够修成这天境金龙变的人也是少之又少，许多南宫地族之人只从记载上得知过这天境金龙变的神威，眼下终于得以见到，自然是又激动又兴奋，毕竟这是他南宫地族最强的手段。可是这天境金龙变能够胜过那怪物吗？可哪怕天境金龙变神威盖世，仍有人发出了质疑，而他的质疑是正确的，因为此刻那天境金龙变竟再度被修罗恶灵所化的黑龙死死地咬住，并且这一次比先前还要凶猛，竟当众将那金龙给撕成了粉碎。当金龙破碎的那一刻，3位太上长老也是纷纷口吐鲜血，随后在虚空之上连退数步，若不是南宫北斗赶忙用武力将他们扶住，他们怕是要自虚空栽倒而下。这一刻，南宫地族之人吓傻了，连3位太上长老出关，合力施展他南宫地族的镇族武技天境金龙变，都无法击败这修罗恶灵，还有谁能够阻挡于他？难怪南宫地族今日真的要被其毁灭。南宫龙剑，你还要袖手旁观到何时？你真的要眼睁睁地看我南宫地族被毁掉不成？这一刻，一位太上长老歇息底里的大喊一声，那声音回荡于天际之上，传达于万里之外，久久不肯散去。而就在这时，忽然一声巨响传来，一把金色的巨剑竟从天而降，射向了修罗恶灵。而当那金色的巨剑出现之际，一股无与伦比的威势也是从天而降，盖过了所有人的气息，仿佛它才是天地之间最强的存在。那巨剑非常的巨大，从体积来看，丝毫不输于修罗恶灵，遮天蔽日，连绵数里，在地下留下了一道巨大的阴影，并且这金色巨剑还散发着浓郁的地威，上面不仅刻着一条巨龙，挥斩之时竟还不断发出龙吟之声，隐约之间能够看见一条巨龙的虚影也在随着金龙巨剑舞动着，并且这条虚影比之前的金龙都要巨大，甚至比修罗恶灵还要巨大。忽然那金龙巨剑猛然加快，化作一道金芒横空劈斩而下，
竟硬生生的将修罗恶灵所化的黑龙斩切开来，劈成2段。随后，那金龙巨锏连续挥斩数次，便将修罗恶灵所化的黑龙斩切得4分5裂，化作无数道暗黑色的气焰，向远处逃窜而去。暗黑色的气焰先是冲破城池的结界，随后掠入深山之中，又是传来一声巨响，显然他也冲开了山脉外的结界。修罗恶灵竟然败了，不仅败了，还逃了。看到这一幕，南宫地族人彻底被惊呆了，他们此刻有些不知所措，被惊得彻彻底底。本来他们都觉得今日是要大难临头了，可就在近乎绝望之际，竟横空出现一把金龙巨剑，以绝对的神威之势，将那不可战胜的修罗恶灵给击败了。是龙剑大人，那是龙剑大人的帝兵天龙金剑，定是龙剑大人出手了。对，定是龙剑大人，只有他才能击败那个怪物。忽然有人惊呼一声，在此之后，这正惊呼此起彼伏，人们都反应了过来。在他南宫地族之中，最强的不是族长，也不是3位太上长老，而是南宫龙剑。这一刻，南宫地族尽管已饱受摧残，可是在城内却响起了雀跃的欢呼，人们高兴不已，兴奋无比。他们之所以高兴，那是因为他们历经了劫后余生，在那样恐怖的怪物面前活了下来。然而就在南宫地族之人振臂欢呼之际，那巨大的金龙剑竟忽然光芒一闪，消失不见。在南宫地族那浩瀚城池外的深山之中，一兵天龙金剑再度出现，只不过它出现之时，已不是那遮天蔽日的巨剑，而是化作了一把9尺长的金剑。这把金剑飞入丛林深处，来到一座鸟语花香的地方。这里有山峰，有瀑布，瀑布前站着一名男子，而那金剑则是稳稳地飞入了男子的手中。这名男子一头黑发，长过腰，黑似墨，随风飘舞，气宇不凡。这名男子长得也很是英俊，不知他真正的年龄，但他此刻展现出的面容却是一位魅力非凡的中年男子。虽说这男子无论容貌还是气势都是极佳，可是他的眼中却没有一丝情感，就仿佛他是一位无情之人，不受世间万物所影响。可就在帝兵入手之际，4道身影也是纷纷落下。这4人正是南宫地族的3位太上长老，以及现任族长南宫北斗、南宫龙剑。我真是不知道怎么说，亏你还带着南宫家的姓氏，明明可以阻止那修罗恶灵，你为何不早点出手？非要我南宫地族之人死伤惨重之后才肯出手吗？非要等到3位太上长老受伤之后才肯出手吗？幸亏3位太上长老功力深厚，如若3位太上长老有什么3长2短，你背不起这个责任。南宫北斗落地后，指着南宫龙剑便是一通乱骂。你是在责怪于我吗？当初父皇将族长之位传授于你，就是要你保护南宫地族的，你如今保护不了我南宫地族，反而来责备我。南宫龙剑冷冷地瞥了南宫北斗一眼，目光冰冷，神情冷漠。你这是强词夺理。身为南宫地族的人，难道你就没有保护我南宫地族的义务吗？难道你就应该袖手旁观吗？南宫北斗反驳道，我在闭关，若不是那吵闹声惊动于我，怕是还醒不来。再者说了，这大山的结界本是完好无损，说明那修罗恶灵是自我南宫地族内出现的。你究竟做了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所以要论责任，也全都是你的责任。南宫龙剑的语气很是平静，不像是争辩，但也更不像是在对兄长说话，而像是在对陌生人讲道理。他这样的态度让南宫北斗更是生气。好，就算这是我的责任，你明明能杀掉那恶灵，却为何要放走他？你就不怕他日后再报复我南宫地族吗？你就不怕他日后在帝王领域肆意的残杀我南宫地族的小辈们吗？你的心慈手软，为我南宫地族留下了无尽的隐患。南宫北斗继续质问道，你又不是我，怎么知道我能杀掉他？南宫龙剑反问道，好了，北斗，少说2句吧，若不是龙剑，今日怕是我们都是在劫难逃。就在这时，其中一位太上长老开口了，是啊，龙剑，500年不见，你的修为又进步了，想不到已经成为了5品5帝，已经超越了我们3个老头子。我南宫地族可是很久没出现过像你这样的天才了。龙剑，我南宫地族日后能否超越3府，全都靠你了。另外2位太上长老也是笑眯眯的说道。见到这一幕，南宫北斗脸色发青。先前这3位太上长老还说要好好教训南宫龙剑一番，可是当见到南宫龙剑之后，态度竟就180度的大转变，这让他非常的无语。3位长老，我本在闭关，此次强迫出关，元气大伤，我必须尽快闭关才可。南宫龙剑冷漠的说道。哪怕面对3位前辈，他也是面无表情，宛如在看待陌生人。好，修炼要紧。3位太上长老皆是笑着点了点头，而南宫龙剑则是没有再说话，直接转身走入了那瀑布之中。北斗，那恶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在南宫龙剑走后，3位太上长老忽然收起笑容，一脸严肃地对南宫北斗质问起来。3位太上长老，此事说来话长，先回城中，我慢慢与你们道来。南宫北斗一脸卑微地说道。也好，在这里说话不便，怕是会打扰龙剑修炼，走吧，回城中说。3位长老说话间已然起身，而这一刻，南宫北斗的脸色则是很不好看。好歹他也是一族之长，可是这3位长老对他与南宫龙剑的态度也未免差了太多。但尽管不甘心，他却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恶狠狠地瞥了一眼南宫龙剑的闭关之所后，便转身离去。然而就在南宫北斗离开之后，刚刚进入瀑布的南宫龙剑却是脸色一白，一大口鲜血自口中喷涌而出，随后双膝一软，竟半跪在地。龙剑，你怎么样？南宫龙剑受伤之后，竟有一名女子自山洞深处快速走来。这名妹子长得很是美艳，竟然是白若晨的母亲白素嫣。白素嫣虽然以为人母，但以往穿着甚是暴露，
衣着也是多以彩色为主。可是如今在南宫龙剑的身旁，却穿得很是朴素。不仅衣着朴素，眼下看到南宫龙剑受伤，他更是一脸的担忧。那修罗恶灵也不知是何来头，他明明是一品5帝的修为，可却能与我抗衡。若不是有帝兵在手，怕是我也无法胜他。我虽然击败了他，可却也消耗过多力量，身体有些吃不消。南宫龙剑说道，他的声音都变了，变得很是虚弱。原来先前在南宫北斗他们面前是硬撑着的。修罗恶灵，你说那城内作乱的是修罗灵界的恶灵？听得此话，白素嫣顿时脸色一变，似是想到了什么。怎么了？见白素嫣有所变化，南宫龙剑追问起来。修罗灵界乃是传说，5至圣土很久没出现过修罗界灵师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修罗恶灵？白素嫣问道。界限能量消失，预示着一代帝王将要出世，这是一个乱世。乱世之时，英雄辈出。这个时代已经出现了不少天赋异禀之辈，那精灵王国的小公主就是一位。如今出现修罗界灵师也是不足为奇。南宫龙剑说道。的确不足为奇，我惊讶是因为我认识一位修罗界灵师。白素嫣说道。你认识修罗界灵师？那人是谁？是哪座势力的？听得此话，南宫龙剑也是目光一闪，露出了好奇之容。的确认识，我与若尘在青木领域寻找地龙树根的时候所相识，他是青木山的弟子，与若尘年龄相仿，修武天赋极高。不过我想不会是他，毕竟就算他的天赋再好，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成长到这种地步。将5帝级的修罗恶灵放出来，白素嫣摇了摇头，他心中所想之人自然便是楚风。可是他又很快否定了自己的猜测，毕竟当初分别之时，楚风还只是一位武王，并且分别之日距离今时还没有过去多久，所以他觉得楚风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掌握5帝级的界灵，更别说将其放出来了。究竟是何人作乱，这我都不管，我如今最关心的便是若尘。南宫龙剑说道。若尘现在很好，随我去看看吧。白素嫣说道。也好。南宫龙剑点了点头，虽然他对自己的亲人甚是无情，但是与白素嫣相处之时倒是颇为柔情。二人前往山洞深处，穿过一道隐藏结界之后，浮现在二人眼前的乃是一座阵法。这阵法的中心有着一座池子，池子内密布着金色的池水，池水表面沸腾着，池水之内则是放满了金色的树根，那树根金芒闪闪，蕴含着特殊的力量，散发着坚不可摧之感。而在这池中，有着一名美丽的年轻女子，此女一丝不挂地盘坐在池中，只露出了自己的脑袋。这女子长得真的很美，那张小脸简直就是一个标准的冰山美人。而此女不是别人，正是当初在青木山内与楚风共经生死的白若尘。此刻的白若尘已经睡着了，且那模样不像是睡了一会，怕是已经沉睡很久。虽然沉睡依旧，但她却容光焕发，那气息比醒着的时候还要好得多。并且别看眼下白若尘虽然一丝不挂，可却被那金色的树根缠绕着玉体，一层又一层磅礴的力量不断地融入她的体内，冲刷她的血液、经脉以及丹田和灵魂。若尘还要多久醒来？南宫龙剑问道。我也不太清楚。白素嫣摇了摇头，希望一切来得及。话到此处，南宫龙剑又剧烈地喘咳起来。见状，白素嫣赶忙上前搀扶，可忽然间，白素嫣的脸色变得很不好看，她的胳膊上出现了一滩黑色的血液，那血是南宫龙剑喘咳而出。龙剑，你的病情又严重了。白素嫣心疼不已。无妨，反正早晚一死。南宫龙剑淡然一笑，仿佛早已看透生死，只是他的眼中还有着一抹不舍，那是因为他还有眷恋之人。这不仅是因为白素嫣，还有白若尘。修罗恶灵逃走了，他这一走音信全无，因为南宫地族之外并未再传来恶灵滥杀无辜的消息，而南宫地族也是封锁了这个消息，毕竟这不是什么好事，若是传出去只会被人家耻笑。可是南宫地族却没有打算放过楚风，经过一番猜测，他们觉得楚风还没有死，尽管已经见识到了那修罗恶灵的可怕，知道楚风绝非寻常之辈，不能拿他当小辈来对待，但这却更坚定了他们要铲除楚风的决心。楚风一直守护在南宫地族的领地之外，他在等待一个消息，可是已经过了足足几日时间，什么消息都没有。南宫地族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平静的很。直到击退南宫地族的人马自南宫地族走出，来到了附近的城池之中，肆意的张贴通缉令后，楚风才确定，看来南宫地族并没有灭亡，相反他们过得还很不错，否则他们不可能有这个闲心出来贴通缉令。而这个通缉的人竟是自己楚风。这个楚风难道是那位在仙人岛内以结界之术击败北唐地族的楚风？不会吧，这楚风不是与南宫地族关系甚好吗？我听闻前些时日还有人看到这楚风自传宋镇内与南宫地族的少爷小姐一同出现，并且一同进了南宫地族的领地之中，一路走去欢声笑语不断，似是去做客的呀。怎么转眼之间竟成了南宫地族高价通缉的犯人？莫非是在南宫地族之中做了不该做的事？5至圣土，别的传得不快，消息传的是真快。这不，楚风以往的事迹已经被很多人知道了，这通缉令一贴出来，不用楚风自己震惊，那些旁人都震惊不已。其实楚风也是挺郁闷的，才来到这帝王领域没多久，得罪了北唐地族不说，现在还得罪了南宫地族，并且楚风心里最清楚，与北唐地族相比，想必南宫地族更为恨自己。先不说他们辛苦弄来的秘籍还在自己的体内，想想那修罗恶灵的威势，楚风也是亲眼目睹过的。就算南宫地族成功击败了修罗恶灵，但怕也是有着不小的损失，至少南宫化仪这个5帝死了，就是不小的损失。想必南宫地族恨不得将楚风剥皮抽筋，喝他的血，吃他的肉。不过楚风却不知道，其实除了南宫化仪之外，还有2名5帝也是惨死在了修罗恶灵的手中。南宫地族对他的恨比他想象的还要深，但不管怎么样，
见南宫地族没有灭亡，楚风心里的石头也算放下了。这至少说明没有太多的无辜之人因他而死。虽然心安了不少，但楚风却没有就这样走，反而是尾随着一小队南宫地族的人跟了上去。不管怎么说，那修罗恶灵是自己的，楚风总不能没掌控他，就不管他的死活。所以楚风想抓一个南宫地族的人，好好打听一下南宫地族内当日的真实情况到底是怎样的。眼下楚风已经瞄准了一位南宫地族之人，此人是一名中年男子，修为也谈不上弱，但更谈不上强，中规中矩的6品武王，逆战1品的战力。此刻他正肆无忌惮地走在城中，去贴那画着楚风画像的通缉令。他很是猖狂，横冲直撞，肆意骂人，仗着他是南宫地族的人，霸道得很。而事实上，这城中之人也没有敢招惹他。老不死的，赶紧滚！老子要在这贴通缉令，你这破摊子碍了老子的事。这不，这位一脚就将一位老伯摆的摊子踢成了粉碎。见状，不止老伯撒腿就跑，此处其余之人撒腿就跑。眨眼间，这条街就只是下了这位一个。一群乡巴佬看那没出息的样，看着那些人被自己吓得屁滚尿流。这位摸了一下自己的鼻子，露出利奥得意的猥琐笑容。可忽然之间，一块石头自身后飞来，准确无误地砸在了这位的脑袋上。这石头的力道不小，直接将男子打翻在地。男子一摸后脑勺，不仅鲜血淋漓，发现自己脑袋还被打出了一个大坑，那石头还在后脑里塞着呢。这使得男子顿时就暴跳如雷，疼得吱哇乱叫。身为南宫地族之人，平时这城池的人连看他都不敢，如今竟然有人敢打他，这他岂能忍？于是他转过身来，破口大骂：他妈的，谁打老子？活腻了！知道我谁吗？我可是南宫地族的南宫大号！我擦，见鬼了，这是！可是他仔细一看，傻眼了，身后一个人影都没有，就算仔细感应，也感应不到有比他修为强的人在附近。而若是修为不如他，那就根本不可能把他打成这个模样。而就在这时，这位又是一声惨叫，随后一个便趴在了地上，已经是昏迷不醒。此刻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人，这是一名中年大汉，但实际上这个人是楚风所化。楚风用特殊的麻袋将这位给装了起来，随后便离开这座城，来到一座渺无人烟的地方。为了以防万一，他又布置了隐藏结界以及隔音结界，这才想办法将这位叫醒。谁打的？老子！活得不耐烦了，知道老子是谁吗？老子可是这位刚醒过来，眼睛还没睁开，便开始破口大骂。而楚风也不惯着他，啪的一声就是一个嘴巴子，直接将这位扇倒在了地上。我问你答，再敢废话，我就废了你的修为！楚风冷声说道。这位倒也不傻，当他发现楚风是9品武王的修为，而他又在深山野林之中，附近一个人南宫地族的人都没有后，他便知道自己这是被劫持了，所以赶忙捂住了嘴巴，不敢再说废话。说来也逗，虽然他不敢说话了，但却连连点头，仿佛是在告诉楚风，你问什么我都告诉你，但是千万别废了我的修为。南宫地族被恶灵袭击了吧？楚风问道。你是谁？你怎么知道的？听得此话，那位顿时大吃一惊。楚风也不废话，又是一个嘴巴子，再度将这位扇倒在的，这才说道，只有我问的份，没有你问的份，我问你答，听不懂吗？懂，千万别废我修为。这位爬起身来，连连点头。那还不快说？楚风说道。是被恶灵袭击了，当时我也在场，所以我都看到了。此事说来话长啊，那天我听说要搞什么秘籍传承大会，我那叫一个兴奋啊！后来又听说没我份，因为我天赋太渣了，所以我很郁闷。郁闷的我只喝酒，喝完酒我就睡觉，我睡着正香呢，忽然间天摇得晃，怒吼连连，这给我吓得呀，以为天塌地陷了呢，赶忙从床上爬起来，到外面去看看情况。我这一看不要紧，更是当场就把我吓尿了。你猜怎么了？这不是天塌地陷这么简单，这比天塌地陷可怕多了。有一只遮天蔽日的怪物出现在了我南宫地族之中，此刻正大肆的破坏呢。那怪物太可怕了，我南宫地族有3位5帝级的大人都死在了他的手中，5帝之下，死在他手中的更是数不过来。我们的族长大人都不是他的对手，后来连闭关足足500年的3位太上长老都出来了，还不是他的对手。到最后还是南宫龙剑大人出手，才把那怪物打跑。而后来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那是一只恶灵，好像还是修罗界的恶灵，实在是太可怕了，也不知道从哪冒出这么一个怪物，差点没将我南宫地族毁掉。对了，这事你可千万别外传，就算传出去，也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否则他们非废了我不可。不对啊，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看样子你不是我南宫地族之人啊！这位这一开口不要紧，简直就像鞭炮点燃了一样，根本就停不下来，是个真正的话唠。而从他口中，楚风也是得知了当日的具体情况，修罗恶灵被南宫龙剑击退了，应该是受伤了，但却成功逃出了南宫地族。虽然逃出了南宫地族，但是却没有听到关于恶灵伤人的消息，这说明那修罗恶灵也没有想象的那般没有理智，至少他没有肆意的滥杀无辜。南宫地族没有被灭，修罗界灵也没有滥杀无辜，这个结果超乎楚风的想象，但令楚风很是欣喜，毕竟这是楚风最乐意见到的局面。之后楚风又再询问了一下关于涟漪以及南宫雅等人的消息，毕竟南宫地族内楚风最挂念的几个人就是他们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而听到这位说的话后，楚风顿时眉头一皱，脸色大变，因为这个消息可不是楚风想听到的。这位根本不知道修罗恶灵与楚风有什么关系，在他看来，恶灵是恶灵，楚风是楚风，修罗恶灵的出现是一个谜，只有南宫地族的高层才清楚，但是楚风则是南宫地族人尽皆知的事。对于楚风的通缉，无论是对外还是内，说法都是统一的。南宫地族本待楚风为贵宾，可是楚风却用卑鄙手段骗走了南宫地族的秘籍水仙奥义术，所以南宫地族要杀楚风，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若是有人能帮助南宫地族杀掉楚风，那水仙奥义术他们将不再追究，而是赠送给杀掉楚风之人。除此之外，还会给予杀掉楚风之人重要的赏金。这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此事过后，与楚风有关系的南宫莲、南宫雅、南宫百合都被南宫地族囚禁了起来，并且生死不明。到头来，他们还是被楚风牵连了，这让楚风十分的愧疚，很是担心他们的安危。可是现在的楚风却无能为力，什么都做不了。最终，楚风决定不能就这样走，他要以身犯险，回到南宫地族，想办法将涟漪他们给救出来。至于这个叫做南宫大浩的人，楚风也并没有杀掉他，而是以一种禁忌阵法抹除了他的记忆，让他忘掉了遇见楚风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此刻，楚风隐藏气息，悄然地向南宫地族的方向行进，并且早已进入了南宫地族的领地，竟是他们。而令楚风意想不到的是，他明明走的是偏僻的小路，但竟然碰到了3个熟悉的人。这3个人的出现，让楚风是又惊又喜，那竟是南宫地族的2皇子南宫天虎以及3皇子南宫天师。如果只是他们2个，楚风还不至于如此高兴。最重要的是，在他们2人中间，竟还有一个人。这个人身上穿着披风，面容都被遮盖住了，但楚风还是一眼就辨别出来，此人乃是南宫百合的亲妹妹南宫茉莉。他们2个带茉莉出来做什么？楚风觉得此事有所蹊跷，于是楚风便开始暗中尾随他们3人，想要知道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真正的目的。而尾随一段之后，楚风更是气愤不已。原来这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出来是想抓楚风的，而他们之所以带着南宫茉莉，竟是想以南宫茉莉为筹码，逼迫楚风现身。二哥，你说带着这个丫头真的能让楚风现身吗？那楚风是那么有情有义的人吗？会为了这个小丫头现身？南宫天师看着南宫茉莉，目光很是怀疑。是这丫头自己非说楚风是有情有义之人的，若是那楚风不肯现身，这不也正好让这个丫头认清楚风是什么人，让他死心。而眼下族内局势不稳，正好也没人管咱们了，就算此行抓不到楚风，却也能够游玩一番，岂不是妙哉？南宫天虎笑眯眯地说道：“我劝你们2个还是放我回去，若是真的遇到楚风哥哥，你们2个是会要到大霉的。”南宫茉莉此刻双手被特殊的锁链捆绑着，但她却并不害怕，而是撅着小嘴警告道：“丫头，你也未免太高看那楚风了吧？就算他如今突破，成为了1品半帝，但真以为他能与我们2个抗衡吗？他凭什么？”南宫天师冷笑道：“修为能说明一切吗？楚风哥哥的实力超乎你的想象，你是不是忘记那1日你突破之时，你引发的金龙被楚风哥哥的神雷吓得连滚带爬，都不敢在空中逗留的时候了？”南宫茉莉撅着小嘴讽刺道：“你这丫头真是找打！”南宫天师面露怒容，随后只听啪的一声，一个耳光竟落在了南宫茉莉的小脸之上。他可是4品半帝的修为，这一个耳光，南宫茉莉岂能受得了？一个耳光落下，直接将南宫茉莉打翻在地，强大的力道更是在地上轰出一座巨坑。南宫茉莉很是倔强地爬了起来，不屈不挠，也不咒骂，只是冷哼一声。可是此刻他那小脸之上已是高高的肿起，不仅如此，在那肿起的脸颊之上，还有着一个鲜血淋漓的大手印，道道鲜红的血液正顺着南宫茉莉的脸颊滑落而下。畜生！看到这一幕，楚风气得青筋暴起，可是眼下却不能出手，毕竟这乃是南宫地族的领地，在这里出手，楚风只会暴露自己，所以哪怕再愤怒，他也要忍耐。3弟，这样是不是不太好？毕竟茉莉还是个小孩子。南宫天虎劝道：“一个没妈的娃娃罢了，有南宫莲在的时候，没人愿意搭理他，只是因为南宫莲有些麻烦，但可不是因为怕他，更不是因为怕他父亲。现在那南宫莲都被父皇困了起来，已经没人保护他了，竟然还敢与我们顶嘴，不教训一下他，他日后岂会将我们放在眼中？再说了，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他哥哥，教他做人的规矩，理所应当。”南宫天师理直气壮地说道：“3弟，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的意思是，就算打了这个丫头之后，也要帮他治疗一下嘛，不然让人看到，觉得我们以大欺小，这多不好。”南宫天虎说话之间，动用结界之术，开始为南宫茉莉修复那被打伤的脸颊。而尽管他的结界之术不是非常的卓越，可是修复这样的小伤还是很轻松的。眨眼间，南宫茉莉的小脸就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完好如初，还是2哥英明。哈哈！南宫天师哈哈大笑道：“那是自然。”而南宫天虎也是得意洋洋。随后2人在嬉笑声中，带着南宫茉莉继续向前行去。而这发生的一切都被楚风看在眼里。之前楚风对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只是反感而已，但是现在楚风对他们可谓是恨意滔天。他们不仅为人小肚鸡肠，这做事更是卑鄙无耻。不管怎么说，南宫茉莉都是南宫地族之人，就算不是同父同母的亲妹妹，可毕竟也是有着血缘关系的妹妹，并且还是一个未长成的小孩子。但是他们竟然能够对南宫茉莉做出这种事，足以看出他们乃是丧尽天良之辈。这样的人若是不能够接任族长之位，倒也还好；若是让他们2个接任了族长之位，那乃是南宫地族之祸。楚风已经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教训他们2人一番不可。就这样，楚风在暗中尾随着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一路前行，而他们2人也并没有通过南宫地族掌控的传送阵直接离开，并且还有意的绕开了。若是发现附近有南宫地族的人出没，他们也会故意躲开。看来他们2个也是偷着自南宫地族跑出来的，不想让族人发现。而他们这样的举动，则是给楚风提供了机会。当他们3人前往距离南宫地族领的最近的传送阵的途中，总会经过渺无人烟之地。毕竟5之圣土，地大物博，就算人再多，却也不能填满各个角落。眼下，楚风已经等到了一个机会，他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方圆万里之内都无一人的地方，而楚风也是如同鬼魅一般，
出现在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的面前，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此刻，楚风的愤怒毫不掩饰地散发开来，连天气都被其影响，狂风大作，乌云滚滚，宛如天灾降临，大地已被阴暗笼罩。什么人竟敢挡住我们的去路？你可知道我二人是谁吗？忽然间出现在身前一人，不仅挡住自己的去路，并且还携带着如此浓郁的怒意，这让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都是眉头一皱，知道对方来者不善，但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害怕，反而有恃无恐，以霸道的语气质问齐楚风。毕竟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这挡住去路的不过是一位九品武王罢了，他们一个唾沫都能淹死的小人物，这样的小人物也敢挡他们的去路，绝对是在找死！你们最想见的人！楚风说道。你说什么？二人皆是一愣。就在这时，楚风的面容开始变化，不仅修为从九品武王化作了一品半帝，更是从中年男子变化成了本尊。楚风，竟然是你！果不其然，看到楚风以后，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先是一愣，随后便是大喜，说道：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我们找你还找不到，你竟然主动送上门来，放了茉莉！楚风冷声地喝道。此刻他最关心的便是南宫茉莉，真是想不到，你还真是有情有义之人，竟真的是为了这个丫头才来的。哈哈，好，把她交给你，反正你也就不走她。南宫天师说话之间，竟轮动手中的锁链，随后将南宫茉莉如同流星锤一般丢向了楚风。他这一丢可不是简单的一丢，而是蕴含着一定攻击性的。楚风若是接住，他必然受伤；若是接不住，南宫茉莉将必然受伤。水仙奥义术。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意念一动，随后一道磅礴的水柱自楚风体内爆射而出，射向了那迎面而来的南宫茉莉。就当那水柱与南宫茉莉触碰的一刹那，那水柱忽然变化，进化做了一个人形，而这个模样正是水仙奥义术的本尊。水仙奥义术抱住了南宫茉莉，可是在抱住南宫茉莉的一刹那，自南宫茉莉的体内却爆发出强大的冲力，竟将水仙奥义术阵的肉身破裂，水花四溅。倒也不是水仙奥义术太弱，实在是南宫天师实力太强。身为4品半帝的他，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真实实力能与寻常的7品半帝抗衡。而水仙奥义术此刻乃是2品半帝，虽然也有着逆战3品的战力，但显然也挡不住南宫天师的一击。不过水仙奥义术果然也不愧是秘籍，肉身被毁的一刹那便立即修复，就这样将南宫茉莉抱到了楚风的身旁。这样好的秘籍竟落到了你这废物的手中，真是浪费。忽然南宫天师探手一抓，一只金灿灿的武力大手便隔空抓来，想要抓住楚风。水仙奥义术，帮我挡住他们两个。楚风此话说话之间，眼中雷芒闪烁，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一同浮现而出。楚风的修为瞬息提升，从1品半帝提升到了3品半帝。但这不是关键，最关键的是，当楚风修为提升的那一刻，水仙奥义术的修为竟也随之提升。眨眼之间，水仙奥义术的修为就已与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一样，达到了4品半帝的修为。果然就如水仙奥义术自己所说一般，他是强是弱，完全取决于楚风的强弱。无论楚风是何修为，他的修为都会比楚风高上1品。这个家伙修炼了什么手段，竟能瞬间提升2品修为？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显然也都没有料到楚风会有这样一手，二人都是颇为吃惊。毕竟就算是他们的地级血脉，也只是增强战力，却达不到提升修为的地步。然而最让他们吃惊的还是水仙奥义术。水仙奥义术不愧是被誉为5之圣土最强秘籍之一，当他的修为与南宫天虎二人相同之后，其神威顿时展现而出，磅礴的水浪铺天盖地，眨眼之间就在这天际之上形成了一座空中海洋。而最重要的是，这水浪皆是蕴含着恐怖的攻击力，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被陷在其中，顿时便落入了下风。无奈之下，二人只得动用地级血脉，当金灿灿的地字浮现在他们二人的额头之际，他们二人的战力也是顿时提升了不少，竟能够与那翻滚于天际之上无边无际的浪花相抗衡。但是他们二人此刻能做的，也只是与水仙奥义术抗衡而已，并且还是联手之下。看到这一幕，楚风也是不由感叹水仙奥义术的强大。水仙奥义术此刻已经与他融为一体，早就没有了自己的灵智。可是水仙奥义术的战斗手段却是千变万化，并且使用的恰到好处，简直就是一个战斗经验极为丰富的战斗高手。此刻他能够以1敌2，甚至压制住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凭借的不仅是绝对力量，更多的还是丰富的战斗技巧。水仙奥义术攻防兼备，并且能独立为一个战力，无需楚风操作。总体而言，他比楚风的白虎攻杀术还要强得多。不过也不能因此就评定为是楚风掌握的4大秘技弱，毕竟楚风掌握的4大秘技本是圣兽，是真正的生命体，乃是因为肉身毁灭之后才被清玄天改造成秘技的。他们如今虽为秘技，但却并非真正的秘技，只是保命的一种手段罢了，并没有真正的与楚风融合。他们早晚是要离开楚风，自成一体的。而这水仙奥义术却是纯正的秘技，所以青龙、白虎、朱雀、玄武4大秘技从威力上不如水仙奥义术，倒也是正常。楚风哥哥，此刻南宫茉莉手上的锁链已被楚风解开，这个小丫头直接扑入了楚风的怀中，泪水止不住的流了下来，甚至连娇小的身躯都在不断的抽搐着。南宫茉莉之前被南宫天师欺负，连一个痛字都没有说，更是没有流下一滴泪。可她毕竟还是个女孩子，并且还是个小孩子，所以见到楚风后，她所有的委屈都表露了出来。茉莉没事了，有楚风哥哥在，他们休想再伤害你。楚风抚摸着怀中的南宫茉莉，心疼不已，可是他的目光
却看向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那本是愤怒的目光已经涌现出丝丝杀意。楚风哥哥，茉莉没事的，看到你没事，茉莉就放心了。南宫茉莉强忍住了泪水，小脸上露出了一抹甜甜的笑容。不仅如此，她还关心起楚风，问道：楚风哥哥，你既然已经离开了南宫地族，为什么还不快走，反而来救我？你难道不知道如今南宫地族在四处通缉你吗？南宫茉莉虽然还小，但却很聪明，其实什么事情她都懂，明白眼下的形势对楚风非常不利。我听说你姐姐还有南宫雅以及涟漪都因为我被关了起来，我放心不下，本想回南宫地族内打探一下他们的情况，却不曾想遇到你这两个混账哥哥带着你出来，所以就一路跟了过来。楚风如实说道。楚风哥哥，你千万别回去，涟漪他们什么事情都没有，你不必为他们担心。南宫茉莉说道。茉莉，你说的当真？楚风半信半疑，茉莉不会欺骗楚风哥哥的。对了，楚风哥哥，你不是知道龙剑大人吗？龙剑大人非常冷漠，明明与族长大人是亲兄弟，可却也很少来往，有一个人除外，那便是涟漪。龙剑大人是真心当涟漪为妹妹的，并且曾经放过话，谁若敢伤涟漪，无论是谁，他都不会放过的。所以涟漪就算被囚禁，也只是被限制了自由而已啊。如今好端端的在他的领地之中呢，而因他的要求，牙哥哥和姐姐也都去陪涟漪了，他们都好端端的呢。南宫茉莉一脸认真的说道。听到他的话后，楚风顿时安心了不少。楚风洞察能力极强，他能够看出来南宫茉莉并没有撒谎，显然他说的都是真的。那你呢？怎么好端端的让他们两个劫持了出来？楚风问道。本来一直是涟漪负责保护我的，就算涟漪不在，牙哥哥和我姐姐也会跟我形影不离。现在他们都被限制了自由，就没人陪着我了。现在族内正在重建，又乱得很，就没人搭理我。我一个人闲着无聊，就到处逛逛。遇到他们两个后，他们侮辱楚风哥哥，我就和他们顶了嘴。不曾想他们恼羞成怒，就把我绑了起来，还说要挟持我，逼迫你出来。我本来以为他们两个是开玩笑的，可后来发现他们两个不是开玩笑的，枉我拿他们当哥哥。他们竟然如此无情。提及此事，南宫茉莉的狠狠地瞪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一眼，目光之中涌现出了浓浓的恨意。可以看出，南宫茉莉这次记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的仇，怕是这个仇很难化解了。这种人，你本就不该拿他们当哥哥。不过无妨，我不会让他们白白的欺负你，这就替你报仇。楚风说话之间，布置了一道强横的结界，将南宫茉莉保护起来。他准备亲自出手了。楚风哥哥，千万别大意，他们两个其实还是挺厉害的。南宫天师与牙哥哥同等修为时，曾切磋过，牙哥哥不如他。南宫茉莉提醒道。竟有此事。听得南宫茉莉的话后，楚风倒是对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两兄弟刮目相看了一些，有趣，真是太有趣了。然而就在这时，南宫天虎竟疯狂的大笑起来。之前对于水仙奥义术的传闻，只是听说，今日一见果然很强，虽只是秘技，可却能像人一样独立战斗。若是掌握此秘技，将不是一个人战斗，而是两个人战斗，并且实力比主人还要强横足足一品。从某种意义来看，水仙奥义术的威力简直比天境武技还要大，难怪自古以来五行秘技皆是如此抢手。今日我算彻底的明白了，这样的秘技竟被我南宫地族得到，真乃我南宫地族之幸啊！哈哈，南宫天师也是大笑起来。你南宫地族的秘技，我想你们搞错状况了。现在这秘技可是我楚风的。楚风冷笑道：你的马上就是我的。忽然间，南宫天虎掌心一翻，一把青色的宝剑便出现在了手中。这把剑一出，一股强大的气息便横扫开来，就连那虚空都是剧烈一颤，那汹涌的海浪也被掀飞开来。而与此同时，南宫天虎的战斗力更是在此刻暴涨，只是凭借一己之力便挡住了水仙奥义术，竟是半成地兵。看到这把兵器，楚风顿时瞳孔一缩，他能够认出来，这把兵器可不是仿造品，而是真正的半成地兵，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大的威力。甚至从某种程度来看，这把半成地兵甚至比淡台雪那符咒摄魂笛还要强横凶猛。乡巴佬，你不会是第一次见识到真正的半成地兵吧？不妨告诉你，我二哥的这把地兵名为青红剑，乃是万年之前最强龙纹极界灵师洪大师所造，那可是与青帝清玄天同一时期的人物，而这青红剑更是他有生以来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南宫天师此刻已经摆脱了水仙奥义术，绕到了楚风的身后，但他却并没有急着对楚风出手，反而是炫耀起其二哥的那把兵器，原来叫做青红剑，的确是把难得的好兵器。只可惜你二哥根本就未能真正的得到那兵器的认可。我若没有猜错，你二哥根本无法降服这青红剑，是有人帮助你二哥才能让这青红剑认主于他。而也正因如此，他根本无法发挥出这青红剑的真正威力。若是将这青红剑给我，嘿嘿，那可就全然不同了。说到此处，楚风的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真正的半成地兵就在眼前，楚风岂会放过？虽然此刻那青红剑还在南宫天虎的手中，但在楚风眼中，那其实已是自己的囊中之物。真正的半成地兵并非仿品，也就具有真正的地位。若是楚风能够让这青红剑臣服于主，为自己效力的话，那么他不仅能够得到青红剑，还能够得到青红剑一部分的力量，填充自己的修为。就算无法因此突破，但也能为自己日后突破做些铺垫。想到此处，楚风嘴角的笑意更浓了。混账，竟敢打我二哥青红剑的主意，看我不好好教训一下你这狂妄之辈！南宫天师的观察力也是颇为敏锐，竟然发觉楚风打起了青红剑的主意。暴怒之下，他猛然出手，双掌摆动，道道如电，掌掌生风，这是要将楚风撕成粉碎的节奏。而面对南宫天师的攻势，楚风则是嘿嘿一笑，随后脚下步伐变化，身形微微一动，竟如鬼魅一般消失不见。速度之快，
简直就让人看不清他是如何做到的。这家伙眼见着楚风消失，南宫天师也是一愣，显然没有料想到楚风会有如此快的速度，想教训我，好歹也拿出点本事啊！楚风的声音再度响起，南宫天师回头张望，发现楚风竟站在自己身后，用轻蔑的目光看着自己，宰了你！这一次，南宫天师怒吼之际，磅礴的武力如同天罗地网一般汹涌而出，那网上过云端，下入地表，正以铺天盖地之势自正面向楚风封锁而去。这是一种武技，虽是9段武技，但在南宫天师施展开来，却有着极为强大的威力。不仅威力强，威势更是强的恐怖，这简直就是毁天灭地之势。看着那封锁天地的攻势从正面向自己袭来，就连楚风也是有些佩服着南宫天师了。南宫天师无愧是南宫地族的皇子，他的实力的确很不简单，倒也算是能与楚风一战之人。所以面对南宫天师此刻的进攻，楚风也不准备留手，掌心一翻，祭奠出了自己的无尽之刃。他准备正面迎战，想做便做。楚风脚下步伐向前连续踏出，以远胜奔雷数倍的速度向南宫天师那金灿灿的天罗地网直冲而去。楚风一个劈斩落下，一道斩击便横空出世，在那金芒四溢之间，在那涟漪肆虐之际，便直接将南宫天师那天罗地网斩切开来，一击得手。楚风再度出击，手中的无尽之刃化作无数道残影，对着南宫天师便挥砍而去。这一刻，南宫天师也是发现了不妙，赶忙掌心一翻，一把金灿灿的大锤子便出现了手中。这大锤子与楚风的无尽之刃一样，虽然都是仿造品，但却也都是半成地兵，而他上下轮动之间，竟挡住了楚风那密密麻麻的攻势，同样祭奠出了半成地兵。南宫天师便与楚风不相上下，挡下楚风的攻击之后，还立马发动了反攻。可是正是这个不相上下，让他极为的震惊。他是明明是4品半地，并且拥有逆战3品的战力，而楚风就算用特殊手段将修为提升到了3品半地，也显然不具备与他抗衡的能力。可是眼下楚风偏偏做到了，不仅能与他抗衡，更是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有占据上风的势头。这不仅让南宫天师震惊，更是让他难以接受。要知道，此刻的他可是已经动用了地级血脉的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南宫天师一脸的不可思议。显然他也意识到了，楚风之所以能与他抗衡，绝非偶然，那是因为楚风真的拥有逆战4品战力的修为。4品战力，听得南宫天师的话后，南宫天虎也是眉头紧皱。而当他仔细观看楚风与南宫天师的战斗后，也是顿时脸色大变。显然他也是发现了，楚风的确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3弟，此子绝对不能放过，否则后患无穷。动用全力杀了他！南宫天虎一边尽力地压制水仙奥义术，一边对南宫天师大声地喊道：“我明白。”而南宫天师说话之间，竟然身形暴退，与此同时，将手中那金色的大锤收了起来。见南宫天师退缩，楚风也没有追，只是他这样的举动让楚风感到十分不解，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而当他做出后面的动作后，楚风终于明白了。而就在这时，只见南宫天师掌心一翻，又亮出了一把兵器。这是一把紫色的剑，不仅外貌与南宫天虎那把青红剑一模一样，就连威势也是一模一样。显然，这是一把真正的半成地兵。南宫地族果然有钱，你们2个竟然人手一把半成地兵，我若没有猜错，这也是出自万年之前那位洪大师之手吧？当南宫天师亮出这把半成地兵之后，战力顿时大涨。但是楚风不但没有害怕，反而变得越加兴奋。他真是没有想到，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竟然人手一把半成地兵，这对于楚风来说，绝对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啊！你真是不知死活，大难临头，竟然还敢惦记我手中的半成地兵！楚风此刻双眼放光，南宫天师一眼就看出来，楚风是看上自己这把紫红剑了。想到自己亮出这紫红剑，目的是要解决楚风，可是楚风不但不怕，竟然还是这般反应，这便让南宫天师越想越气，也懒得再与楚风废话，挥动手中的紫红剑，便向楚风挥斩而来。紫红剑的威力果然非同小可，每一道斩击都具备致命的杀伤力，能够斩破虚空，碎裂大地。在虚空上劈斩，它会让虚空出现短暂的裂痕，但若是在大地劈斩，便会在地表留下永久的深谷。若是击中楚风，那楚风也是必死无疑，并且紫红剑所发出的光刃不仅强横，速度更是惊人，简直瞬息之间就能接近楚风。可是楚风脚上的这双靴子也不是白穿的，任凭那紫红剑所发出的再快再凶猛，可却也被楚风一一躲过。废物！在本皇子展露真正实力之后，你就唯有逃跑的份了吧？我看出来了，你脚上那双靴子是个宝贝，否则你不可能有如此快的速度。不过我这紫红剑既然已经祭出，你就必死无疑。南宫天师自信地说着，但实际上却是在挖苦楚风，想要激将法，激怒楚风，让楚风与他正面交手。那你倒是砍中我一下呀！然而楚风偏偏不上他的当，不但不上当，反而对其冷嘲热讽的进千锋斩。南宫天师被楚风彻底激怒了，这一次不是寻常的攻势，而是直接施展了地境武技。得劲武基本就强横，再借助这半成地兵紫红剑的来施展，那种威力更是可以想象。此刻上千道紫色的光刃相互交加，形成了一道由光刃组成的天罗地网，以比先前还快10倍的速度向楚风压迫而来。楚风若是被击中，那必然是要粉身碎骨，非被碎尸万段不可。可就是这样的攻击，楚风却依旧面带微笑，随后脚下光芒一闪，他便如同鬼魅一般消失不见。只是凭借一双靴子，楚风竟再度躲开了南宫天师的致命攻击。这武技看着是很不错，不过可惜什么用处都没有，你还是连一剑都没砍中我呀！楚风的身影站在远处天际，笑眯眯地看着南宫天师，那种目光
竟是藐视！我让你笑，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忽然，南宫天师再度挥动手中的紫红剑，而当一道紫色的光刃再度劈斩而出之际，楚风顿时脸色大变，因为南宫天师的这道斩击不是对着楚风劈斩而来，竟是对着南宫茉莉劈斩而去。尽管楚风已经为南宫茉莉布置了守护结界，可是那结界再强，也显然挡不住南宫天师的这道斩击。这道斩击若是击中，莫说楚风的结界被破，南宫茉莉也是必死无疑。这种情况下，楚风没有犹豫，脚下的靴子光芒一闪，楚风便瞬息来到了南宫茉莉的身前。而也就在这时，那道凌厉的斩击已是轰然而至，刹那间，一声巨响传于数里之外，那能量涟漪也同样横扫于天际，如紫色的巨云一般横在半空之中。论手段，你还差了点。这一刻，南宫天师沾沾自喜，因为他能够确定那道斩击必然击中了楚风，而只要击中，他坚信楚风没有抵挡他这斩击的能力。就算楚风好运不死，但也必然失去战斗之力。那是什么？然而，当那紫色的涟漪渐渐退散之际，他却是目光一闪，面容大变。而随着那涟漪越来越少，楚风的容貌也是越来越清晰。那南宫天师的脸色更是越来越精彩，脸色苍白，嘴唇颤抖，被吓得不轻。此刻的楚风不仅完好无损，他的身上竟然萦绕着4股气息，4种颜色以及4种形态。那是白色的虎、青色的龙、绿色的龟以及火红的凤，那是4种强大的猛兽，此刻全在楚风的身上。他们是自楚风的体内出现的，若只是出现4种形态也就罢了，那4种强大的气息更是将南宫天师吓得不轻。此刻的楚风虽然还是3品半地的修为，但是他的战力却绝对超越了自己，这是南宫天师能够清楚感受得到的。而这自然是楚风所掌握的4大秘籍：青龙、朱雀、白虎、玄武。眼下的楚风不仅成为了北唐地族的敌人，更是被南宫地族通缉。他觉得自己的情况已经够糟了，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埋没自己这4大秘籍了。而随着楚风修为的提升，楚风对4大秘籍的威力也早非当年可比。如今4大秘籍不仅能够同时施展，更是使得楚风势不可挡。如果说单体的力量，4个秘籍任意一个可能都不如水仙奥义术强大，但是当4大秘籍同时施展而出，与楚风融为一体，由楚风任意施展的话，那么4大秘籍的力量绝对胜过水仙奥义术。白虎强大的攻杀之力，玄武强大的防御之力，青龙强大的移动之力，朱雀强大的修复之力，这4种力量与楚风融合为一体，简直就是让楚风立于不败之地。同等战力之下，楚风若有4大秘籍辅助，谁能与他抗衡？你究竟是什么东西？面对这样的楚风，南宫天师早已露出惊恐之容，竟双腿发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去。此刻的他忽然觉得，在自己眼前的好像根本不是一个人，而像一个怪物。如若不然，一个人的身上怎么可能融合了4种怪物的气息？不对，这股气息似乎与水仙奥义术很像，那是秘籍。南宫天师坚信楚风眼下施展的一定是秘籍，可是楚风得到水仙奥义术也就算了，如今除去水仙奥义术之后，竟然还掌握着4种秘籍，这叫他无法接受。你之前好像说要展露真正的实力了，现在我把这句话还给你，这便是我楚风真正的实力。楚风冷然一笑，随后一道龙吼猛然响起，楚风竟然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楚风已是来到了南宫天师的身后，一道白虎巨爪不仅抓住了南宫天师的紫红剑，楚风一拳更是狠狠地打在了南宫天师的胸口，使得他口吐鲜血，身负重创。一拳之后，楚风连续数拳，拳拳落在南宫天师的胸口之上。别看这拳并不致命，可是每一拳落下都能让南宫天师痛不欲生。当数拳之后，南宫天师已然浑身是血，昏迷不醒。他昏迷之后便失去了与控制了，自天际直落而下，狠狠地砸在了地上。不过他虽然摔了下去，但是他手中的紫红剑却依然被那白虎爪子握于手中。混账，竟敢伤害我3弟，我非要宰了你不可！这一幕也都被南宫天虎看在眼中，暴怒无比的他疯狂地斩杀水仙奥义术，想要尽快除掉水仙奥义术，好来收拾楚风，替其3弟报仇。可是尽管水仙奥义术此刻已经不是南宫天虎的对手，可是那恐怖的修复能力却无限重生，让南宫天虎甚是头疼。他就算能够压制水仙奥义术，但却根本就摆脱不掉水仙奥义术。然而就在这时，那水仙奥义术忽然化作一道水柱，竟射入了楚风的眉心之中，就这样消失不见了。是楚风，楚风自己收回了水仙奥义术，他要面对面与南宫天虎决斗。换句话说，他准备亲自收拾南宫天虎。南宫天师一声怒吼，便手持青红剑向楚风挥斩而来，脚踏虚空，瞬息行，青色光刃斩天地。此等攻势，比起那南宫天师，南宫天虎的确更为凶猛。毕竟此刻的他没有胆怯之意，有的只是滔天的杀意，所以他手中的青红剑威力就比南宫天师那紫红剑要大得多，也要凌厉得多。然而面对南宫天虎凶猛的攻击，楚风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任由南宫天虎挥青红剑不断发出致命的斩击，向自己挥砍而来，却不闪不躲。而也并非是楚风不要命了，只是在施展4大秘籍之前，楚风也没有想到他的战力会增进到这种地步。有4大秘籍联合护体，南宫天虎哪怕手持青红剑也无法伤到他。混蛋，我就不信我伤不到你！南宫天虎被楚风气得快要抓狂，因为楚风的举动对于他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羞辱，所以他无法忍受楚风这般羞辱于他。暴怒之下，他来到楚风近前，想以青红剑正面的神威破开楚风的防御。然而就当青红剑下落之际，一只巨大的白虎爪子猛然探出，一把抓住了迎面来的青红剑。青红剑落入白虎爪子之后，便被其紧紧握住，
任凭南宫天虎再怎么用力的，却也无法拔出，就宛如那青红剑已经嵌入了虎爪之中。这一刻，南宫天虎终于脸色大变。一番争斗之后，他也意识到了不妙。楚风比他预想的要强得多，而面对南宫天虎那惊骇的面容，楚风则是微微一笑，说道：“不是我说大话，但除非你有五品半地的修为，否则休想伤我分毫。”话罢，楚风主动出手，数拳齐发，只听得一阵闷响，数拳稳稳地落在了南宫天虎的身上。当数拳过后，南宫天虎便与他的弟弟一样，已是面目全非地昏死了过去，狠狠地摔落到了地上，已经丧失了战斗的能力。而他手中的青红剑，却也与其弟弟的紫红剑一样，全部落入了楚风的手中。楚风哥哥，你好厉害，竟然连他们两个联手都不是你的对手，并且他们的修为还比你高上一品。楚风哥哥，你到底是多强啊？我简直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强的人。族内都说茉莉是天才，可是茉莉看到楚风哥哥，真的觉得好羞愧啊。南宫茉莉欢呼雀跃地跑了过来，楚风为他加持了保护结界，但却不会限制他的自由，所以他依然可以自由地活动。茉莉学坏了，竟开楚风哥哥的玩笑。楚风轻轻地弹了南宫茉莉的小脑袋一下，随后便摆弄起手中的青红剑以及紫红剑，这可是两把真正的半成地兵，并且品质比淡台雪的咒土摄魂笛还要好，真是让楚风爱不释手。楚风哥哥，这两把半成地兵可都是极品呀！据说当年洪大师用其毕生所学以及毕生积攒的资源，炼制了7把半成地兵，这7把半成地兵统称为七红剑，是洪大师一生所打造过的最好的7件兵器。南宫茉莉说道：“小丫头，知道的还不少，那你知不知道这青红剑和紫红剑是怎么落到你南宫地族手中的？”楚风问道。当然知道了，那还是族长大人刚接任族长之位不久，他与南宫地族、北唐地族联合开启一座地藏，便在其中发现了七红剑，其中3把归了我南宫地族，还有3把归了北唐地族。不过那3把剑，族长大人却并未赐给那些当日与他共同开启地藏的有功之臣，反而自己留了下来。想不到他给了自己的孩子，想来还真是自私。提及此事，南宫茉莉也是撅起了小嘴，看来通过此事，他对那位族长大人的印象也是变得不太好。七红剑不是应该有7把吗？南宫地族与北唐地族只分配了其中6把，那还有1把呢？哪去了？楚风好奇地问道。地藏不是那么容易开启的，开启地藏之时，他们请来了一位龙纹极界灵师帮忙，其中最好的那把剑便被那位界灵师拿去了。南宫茉莉说道。那位既是龙纹极界灵师，想必便是10仙之一吧？楚风说道。是10仙之中的爱才仙人。南宫茉莉说道。爱才仙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名字？楚风有些诧异，这个名字可与仙位有些不符，因为他爱才如命，所以就叫爱才仙人呗。这是我自己猜的。南宫茉莉笑嘻嘻地说道。你这丫头！楚风被茉莉逗笑了，随后看了看地上的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说道：“怎么样，解气吗？你若是觉得只打他们一顿不解气，我就帮你宰了他们2个。”楚风虽然很厌恶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恨不得想杀了他们，可是他们毕竟还是南宫茉莉的哥哥，所以就算杀他们，也要征得南宫茉莉的同意。若是南宫茉莉不想他们死，楚风显然也是不杀他们为好。不管怎么说，他们可是南宫地族族长的亲儿子。算了吧，我可不是小肚鸡肠的人，还是饶他们一命吧。南宫茉莉嘿嘿一笑，随后说道：“楚风哥哥，这青红剑和紫红剑可是宝贝，你不会打算还给他们吧？”“还是自然不会还的，我不杀他们已是足够宽容。这青红剑与紫红剑岂能还他们？何况这2把剑在他们手中简直就是浪费，是委屈了这2把剑。想必洪大师9泉之下若是知道此事，也会不高兴的，所以还是我代替他们掌管这青红剑与紫红剑吧。”楚风连1把真正的半成地兵都没有，如今一起得到2把，他怎么可能还回去？哈哈，我看也不应该还他们。那楚风哥哥，你就把这2把兵器占为己有呗。你能让2把剑都认主于你吗？换做寻常人肯定不能，但我觉得你也许可以。快试试！茉莉好像看看呀。南宫茉莉睁大着眼睛，一脸期待地说道。不行，这青红剑与紫红剑不是南宫天龙他们2个自己征服的，有龙纹级黄袍界灵师帮了他们，所以他们之间的联系没那么容易斩断，我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切断，而唯有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之后，我才能尝试让这2把兵器认主于我。楚风说道。